大家好，我是阿祖，收手吧成龙，外面都是。不行，先换下来啊。其实这个阿祖面具的背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款 AR 眼镜 XPX A01 Plus。当然啊，正常情况下它长这样，只不过它的前框啊是可以拆卸的，也支持自己 DIY。我们晚点再细说。先聊一下 XPX 这个牌子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还以为是 X 眼镜啊，但它呢其实是 Xero 旗下一个主打年轻化和个性化的副线品牌。这一点呢，从 A01 Plus 可自定义的前框、亮色的大 logo、连接线以及这个火箭包装盒上啊，其实都能够看出来。而去掉前框后呢，仅仅56克的重量，也让它成为了目前市面上最轻的观影类 AR 眼镜。所以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聊聊啊，这副 A01 Plus 实际能带来怎样的体验。首先，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 AR 眼镜的朋友呢，先简单介绍一下，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一块戴在眼前的外接显示器，再搭配手机、掌机、笔记本或者 Switch 这类支持视频输出的设备时，可以把设备原本的小屏幕变成一块随身携带的大屏。比如说这台 A01 Plus 它应该也是目前1000元档里少数能够做到50度 FOV 的 AR 眼镜，一般的这个价位都是46到47度左右。按照硬件设计的4米摄像距离计算，大概相当于4米处一块147英寸投影的大小。当然，如果拿更常见的显示设备来类比大概就是距离一台27英寸显示器70到80厘米左右观看的效果。它的分辨率、刷新率呢，依旧是 AR 眼镜主流的 1080p 120赫兹，同时也支持 HDR10。不过，作为一款偏入门型的产品，它没有 Xero 旗舰One 系列的电致变色功能，也就是没有办法按下按钮就让镜片自动变暗。为了弥补这一点呢 ，A01 Plus 使用了亮度更高的双层 Micro OLED 的屏幕，在开启HDR 后，入眼亮度可以达到1600尼特，这就让它即使处在有一定环境光的场景下，画面依旧可以保持足够的亮度和通透感。如果是在白天室内我很多时候甚至都不会安装这个墨镜前框，直接裸着用，画面就完全可以看了。这样做的好处呢，不仅是重量可以降到56克，而且在没有前框以后呢，虽然在别人眼里你看起来可能有点傻，但是你看外界的视野是无限大的，不会再被前框遮挡。我觉得用起来的效果呢，就很像龙珠里的那个战斗力探测器那种感觉。这时候呢，我如果想用余光看一下手机或者周围环境，确实要比戴着传统墨镜前框舒服不少。当然，如果想要最好的观影效果，尤其是暗场比较多的内容，我肯定还是推荐搭配墨镜前框或者 A01 Plus 附带的完整遮光罩使用，画面的对比度和沉浸感都会明显更强一些。对于不支持 HDR 的设备，或者本身只有 SDR 的片源，眼镜里呢还有一个 AI HDR 功能，它会实时调整画面的亮度、对比度和颜色，将 SDR 映射成更接近 HDR 的观感。实测下来呢，效果还行，高光与亮部层次感确实会更明显。但是这个功能呢也比较挑片源有些本身调色就比较激进的电影，在开启以后呢，反而可能会出现对比度过高或者颜色太重的问题。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呢决定是否开启。另外，这次的新面板呢，还有一个比较实在的升级，就是色深从 Xero 过去产品的8比特1670万色，提高到了 HDR 模式下的10比特10.7亿色。我实际测试了一下，一些之前眼镜偶尔能够看到的色彩断层，在 A01 Plus 上有很大的缓解，颜色之间的衔接呢会更加顺滑。不过使用 Bird Vest 光学依旧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眼镜正下方的高光，比如掌机上的 RGB 灯条或者亮色的衣服有时候会轻微的反射到画面里，在看较暗的内容时有可能会注意到。如果比较介意这点的话呢，可以直接装上A01 Plus 附带的遮光罩就看不到了。顺便说一下，除了 A01 Plus 以外呢，同系列还有一款 A01， 便宜100块钱。A01 Plus 呢，主要是多了这个完整的遮光罩以及一个3D 立体声环绕音效模式，其他地方包括是重量、屏幕以及外观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我记得之前在其他 AR 眼镜的视频中呢，我曾经提到过三豆腐以及电致变色两个功能，是我希望未来中高端 AR 眼镜都能够标配的功能。不过确实没想到这副1000多的眼镜也加入了画面跟随防抖这个功能。这个确实有点东西可以在交通工具等晃动的场景下，让你的画面
像加了一个云台一样，防止出现画面晃动所带来的眩晕感。不过它的防抖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啊，跟 X-Ray One 系列的那种通过专门芯片实现的三道幅不同 ，A01 系列呢主要是通过内置的陀螺仪以及加速度计实时感知头部的运动来实现跟随防抖。目前是只能够在120赫兹模式下开启，也无法做到One系列那种把画面固定在某个位置或者变小为小窗的效果。这里我测试了像 ROG Ally 掌机、iPhone 16 Pro 以及 MacBook 这些设备，都是可以激活120赫兹并开启跟随防抖的，实际效果也很不错。这里如果大家之前看到过一些5、6月的评测视频，可能有些博主会提到这个防抖在60赫兹或者90赫兹下有拖影或者果冻效果，但因为我是7月这个 A01 系列在海外发售后才拿到的，这中间呢 XBX 进行过一次针对性的固件更新，在7月的最新固件下，防抖已经被限制在了只能在120赫兹刷新率下开启，但换来的实际效果呢要比前2个月版本好很多。在我的测试中无论是正常转头还是刻意快速晃动脑袋，我都没有看到明显的拖影或者果冻效应，画面的清晰度呢也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下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A01 系列在开启 HDR 模式后，最高帧率会被限制在90赫兹，我猜测呢应该是为了散热着想所以 HDR 跟防抖目前是无法同时开启的。不过 AI HDR 倒是120赫兹。接下来聊聊佩戴毕竟这种眼镜呢一戴通常就是1-2个小时起，舒适度很重要。A01 Plus 呢安装默认前框以后大约是62克，取下前框后则只有56克。作为参考 X-Ray One S 的重量是82克 ，One Pro 则为87克。相比之下呢 ，A01 Plus 甚至已经非常接近主打日常长期佩戴的 AI 眼镜，比如 Meta 最新的 Fury 系列，重量也就是差不多60克。所以重量方面呢，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不论是坐着、靠着还是直接躺着用都没有太大压力。而且这次 XBX 还开放了前框的 3D 打印模型，像这个手柄跟卡通眼睛的前框就是使用官方提供的模型，我自己打印并上色的。除了官方模型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些更加个性甚至抽象的前框，比如开头出现的这个阿祖面具、DC 的夜翼以及蜘蛛侠这几个，都是我在其他社区模型的基础上自己添加了 A01 系列的卡扣结构再打印制作出来的。这些模型呢我也都上传到了透竹的 MakerWorld，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下载打印玩玩。发热方面呢，我也用热成像相机简单测试了一下，在21度室温下开启 HDR 中等亮度，连续观看30分钟以后，温度最高的位置主要集中在左侧近腿的前端，最高大约是40度上下。不过这个位置呢并不会直接接触皮肤，眉毛位置的温度则为32度上下。这个部位呢在我佩戴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接触皮肤的，有个1到2厘米的空隙，所以实际佩戴时呢基本感觉不到明显发热。另外就是对于跟我一样的近视或者远视用户， A01 系列呢需要安装额外定制的屈光镜片，像这样卡到鼻托上方的位置就可以了。最后呢，通过今天这些测试呢，我觉得也可以看出XBX A01 系列并不是我一开始以为的那种为了把价格压下来就单纯砍功能的那种产品。它的思路呢，反而更像是先以轻量化和年轻化为基础，再把有限的成本尽量放到最影响使用体验的地方。我之前也问过一些一直在观望 AR 眼镜的朋友，他们没有选择购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呢，主要是集中在2个方面。首先 AR 眼镜呢，不像相机、电脑或者手机这些类别，通过视频和参数呢就能够比较直观的了解它的实际表现。而 AR 眼镜呢，它的画面有多大，戴起来舒不舒服，自己会不会觉得晕，这些问题呢基本都得真正戴到脸上之后呢才能够知道。所以面对动辄2、3、4千甚至更高的价格呢，确实会有一定的试错成本。另外就是大部分 AR 眼镜呢重量都在80-90克左右一些用户会比较担心舒适度问题。而 A01 系列呢，刚好就用这个1000多元的价格以及最低56克的轻量化机身，较为精准的针对了这2个入门门槛。所以我觉得它虽然不是目前功能最强大的 AR 眼镜，但对于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品类，想要迈出第一步体验 AR 眼镜效果的朋友，或者比较注重舒适度、画面效果、个性化，并且准备搭配掌机、手机等支持120赫兹刷新率设备的话，那它确实是目前市面上最适合尝试的 AR 眼镜之一。至于 A01 跟 A01 Plus 怎么选说实话 A01 Plus 多的这个 3D 立体声环绕音效相比起默认的标准音乐模式，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区别所以主要的差异呢还是在这个完整遮光罩上。如果你家里有 3D 打印机，自己打印一个其实也很方便，这时呢说实话直接入 A01 就行，否则呢可以考虑一下 A01 Plus。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